洁癖竹马把我按在墙上亲时，我还有点懵，我越挣扎他亲得越起劲，被人按着亲了10几分钟后，我火冒三丈，直接给了他一拳。我本以为这拳能让他收敛，没想到这臭不要脸的半夜翻我家窗又把我按住，不仅借口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还用一副可怜的样子看着我说：“温琪，帮帮我吧。”舌尖的刺痛提醒着我，此刻发生了什么。手被人十指交握的按在墙上，脸被另一只手紧紧扣着，我无助的仰起脸，只能承受。他的呼吸很烫，嘴唇也很软，交换时他的犬齿会叼着我的下唇慢慢咬弄，动作温柔却带着点狠劲，咬得人浑身发软。在这个燥热的下午，我晕乎乎的确定了一件事：殷艳珏果然是狗。10几分钟后，我黑着脸坐在殷艳珏的床上，搭在腿上的拳头隐隐作痛。殷艳珏垂着头站在一边，脸上、额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我瞪着他想冷笑，不想动作有点大，扯到了肿痛的唇。我龇牙咧嘴的捂着嘴嘶了一声，殷艳珏立刻抬起头，大步朝我走来，吓得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靠，你别过来啊！殷艳珏的动作顿了一下，弯腰从抽屉里拿出个医药箱，他拿着那只白色的膏药，声音沉沉：“我只是想给你拿消炎药。”我瞪着他，心里的火越烧越大。狗东西，要不是他，我的嘴怎么会肿？现在还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给谁看？还洁癖呢？有谁洁癖吃人口水吃10几分钟的吗？我握紧拳头准备又跟他打一架，但在这时殷艳珏的门被推开了。小文，听阿姨说你来找阿珏玩。阿姨声惊呼打断了我的动作。我错愕的转头看去，来人气质优雅，体态雍容，睁大的那双桃花眼与殷艳珏的一模一样。淡白色药膏被林怡轻柔的抹在唇上，他涂完又瞪了一眼殷艳珏：“臭小子，是不是你欺负人小温？每天顶着这张臭脸，也就小温会来找你玩，你还这样对人家？”我正想认同的点头，听到找他玩又紧急撤回。谁主动找他玩啊？我这是看他不爽挑衅他。殷艳珏没吭声，我看了他一眼，没想到这小子在妈妈面前还挺老实。小温痛不痛？这臭小子因为身体原因不爱接触人，脸臭脾气也不好，身边也就只有你一个朋友。我正听着，耳朵突然捕捉到了一个词：身体原因洁癖吗？想到刚刚他按着人狂亲的架势，也不像洁癖的样子。我正思索着，殷艳珏打断了他妈妈的说话：“我知道了妈，我会好好负责的。”负责负什么责？我不过走了个神。剧情都跳到哪去了？殷艳珏没有上药，就拉着我出来了，他的手依旧滚烫。我突然想起了那双同我10指交缠的手，手心开始莫名发痒发热。我不自然地动了动手腕，将手扯了出来喂殷艳珏。他停住了脚步，回头看向我。殷艳珏脸上的擦伤已经开始泛青，但可恶的是，这点擦伤依旧不影响她的俊美。路过的女生频频朝她递来怜惜的眼神。这次我就放过你，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下次再碰我小心我揍你。之前为了气殷艳珏，做了很多故意恶心人的事，他用这种损招报复我，我也只能认栽。殷艳珏神色晦暗地看着我，忽地露出个笑，他说：“温琪，你真大方。”我挑了挑眉，无声地认同了。正想转身离开时，突然又想起林怡的话，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殷艳珏，你什么身体原因不能接触人？殷艳珏目光沉沉地看着我，你觉得呢？我皱了皱眉，洁癖吗？自打认识殷艳珏起，他就是这副不爱搭理人的模样，但凡有人靠他很近，他都要连退3步让人滚。记得初中那会儿，有个女孩子就在他面前摔跤，他不拉人就算了，还后退了好几步。殷艳珏听到了洁癖2字，又笑了。差不多吧，差不多，差太多了。半夜2点，我被殷艳珏的连环扣吵醒，我咬着牙，涨红着脸将电话挂断。想起刚刚听筒里传来的粗重呼吸声，我忍不住低骂了一声，这病和洁癖哪差不多了？我和殷艳珏家的别墅都买在郊区2栋独栋紧挨，以至于殷艳珏过来只需要几步。窗户被人轻轻敲响，我额头的青筋也随之跳动。我转头看去，窗户已被人拉开，殷艳珏利落的翻窗进了屋，丝毫没有了刚刚电话里的虚弱。从接到电话起到现在，我脸上的红都还没下过。我有些气虚的瞪他：“你刚刚在电话里说的都是真的吗？对我没骗你。”殷艳珏的声音很哑，她一步一步的慢慢朝我走了过来。我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温琪，帮帮我吧。”殷艳珏停在了床边，她低头靠了过来，温热的呼吸落在了我脸上。她又重复了一遍：“温琪，帮帮我。”我的心猛地漏了一拍，莫名心慌的侧过脸。我咽了咽口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殷艳珏看着我说：“我没有骗你的必要。温琪，你不是好奇我为什么每个周末都要去医院吗？不是好奇我为什么从不和人亲密接触，不出去娱乐吗？”殷艳珏越靠越近，我甚至能感受到她身上的热度。我下意识的闭上了眼。我本来做得很好，但是温琪你老爱凑上来贴着我，我忍太久了。她顿了一下，继续开口：“今天亲了你之后，身体变得好奇怪，好像只有待在你身边，触摸你亲吻你才能缓解。”殷艳珏低低的叫着我的名字：“温琪，我该怎么办呢？”她嘴里问着怎么办，手却毫不客气的顺着我的脸抚到脖颈，像是燃药所到之处接起了火。我咬了咬牙，耳朵都烧得通红。该死，这病难不成还能传染？我的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麻，完全无法思考。而殷艳珏像个复读机般不断的叫我的名字，手还很不老实的四处乱动。殷艳珏，我连忙按住了她的手，抬起头看着她那张脸，咬咬牙豁出去了，只能亲一。我话还没说完就被堵了嘴。我气恼的想把人推开，手又被她抓住按在了墙上，撕犬齿再次划痛了我的舌尖。她感受到了我的疼痛，很温柔地道了歉，随后又很重很急地吻了上来。清晨7点，我被人闷醒，我烦躁地将殷艳珏的手拉开，将她推得远远的。昨天晚上结束后，殷艳珏赖着不走，说很累不想翻窗。我气恼地把她踹到地上，让她打地铺。没想到这人趁我睡着后又爬了上来，记忆回笼，我不耐烦地踹了踹她，让她麻溜地翻窗回去。殷艳珏瞥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起床。我为什么要翻窗回去？我又没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一夜被她气得脑子都清醒了，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我真想给自己一拳。怎么又和殷艳珏亲上了？喂，殷艳珏，我和你说，我可是直男。直男2字被我重点加重，我现在严重怀疑殷艳珏就是个 gay， 用这些莫名其妙的病来诓我，就是为了把英俊帅气的我掰弯。我越想越觉得这才是真相，于是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十分坚定地说了一遍：“老子是直男。”没想到我的决心过于坚定，声音大到传出了卧室：“知道你是直男了，快出来
来洗漱吃早餐。阿姨憋笑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我的脸蹭的一下就红透了。一旁欠揍的殷艳绝哼笑了一声，走吧直男。殷艳绝似乎是要将死皮赖脸贯彻到底，不仅睡我的床，现在还要抢我的早餐。餐桌上我妈热情的把我最爱的蟹粉小笼包分了一半给她，我不服，但在我妈的眼神下只能服。小绝身体好点了吗？我耳朵动了动，殷艳绝点了点头，好点了。这还要多亏了温琪帮忙。我妈愣住了，她迟疑的看向我，温琪帮忙这要怎么帮？我也愣住了，什么意思？难道殷艳绝没有在骗我？不是，怎么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我连忙将嘴里的包子咽下，含糊的回答就喝水什么的。妈，你知道他什么洁知道啊，幸好小绝也是个洁身自好不乱搞的人，不然得这个病都不知道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我妈拍了拍我的肩，既然你也知道了，也帮着照看一下，好朋友互帮互助是不是？我喝了口豆浆没有吭声。我妈不耐烦，她又重复了一遍，听到没有？迫于我妈的淫威，我只能窝窝囊囊的点头了。去学校的车上，殷艳绝正闭眼养神，我习惯性的故意去蹭她手臂，为你校运会是不是报名了5000米长跑？殷艳绝没吭声，我不耐烦的还要再去撞她时，手臂突然一紧，我抬头正要骂人，对上了殷艳绝那双黑沉的眼后，瞬间就哑火了，靠手欠成习惯改不过来了。我立马认怂道歉，对不起啊，我给搞忘了，我现在就离你远远的。我动了动身体，正要挪开，一股力猛地将我按回了原地。别动，让我抱会儿。呵呵，占老子便宜的。我抬手就是一肘子，你别给我蹬鼻子上脸的松开。但殷艳绝实在是不要脸，他抓着我的手臂，又顺着揽上了我的肩，垂下头轻轻地蹭了蹭我的头发，声音很低地说，你又贴又蹭的，弄得我又开始发热了。待会我要是长跑跑不动怎么办？你代替我跑吗？我瞪圆了眼睛，5000米拿命跑。我一时惊了哑口，错失推开的机会。车内的空间太窄，我被他禁锢在怀里，完全无法动弹。我越挣扎，他抱得越紧，气得我低头狠狠地咬了一口他的小臂。殷艳绝闷哼出声，突然面前的挡板缓缓上升，我抬眼正对上了后视镜里司机的目光，他一副会保守秘密的模样，朝我眨了下眼。哇靠，不是大哥，能不能别随便脑补啊？如坐针毡的我一下车就被殷艳绝拉着往更衣室走，我瞬间瞳孔地震，靠他该不会是想要拉着我去更衣室干一些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事吧？我连忙拉住了他，干嘛去更衣室干嘛？换运动服。殷艳绝瞥了我一眼，用一副看色鬼的眼神看着我，不然呢？你觉得去更衣室还能干什么？我真的气笑了，哇塞，到底谁才是那个大色鬼啊？我真想给他鼓掌，这倒打一耙的能力谁比得过他？我瞪着他气到只能说一个数6。更衣室空荡安静，只有殷艳绝一人在隔间里换衣服，悉悉索索换了好几分钟还没出来。我不耐烦的走到隔间门口，敲了敲，好了没啊？待会都开跑了，你还在换衣服？殷艳绝没有搭话，我只能听到里面有些加重的呼吸声。我心里一惊，连忙又问，怎么了？是身体又不舒服吗？里面还是没回应我，有点急了，也不知道这病发起病来会怎么样，该不会晕倒吧？我越想越慌，正要撞门时，门咔嗒开了，一双手从里面探了出来。没，我话还没说完，腕上一紧，整个人失去重心被他拽了进去，后背撞上墙壁的瞬间，大脑还未来得及思考，双唇已被他灼热的气息堵住。但这次不等我推开，殷艳绝就松开了我，只是距离依旧很近。我抬手用力的蹭掉唇上的水光，咬着牙说，你他妈能不能尊重点人啊？抱歉，下次我会问你的。他这样说着，脸又要凑过来，我赶忙按住他的脸，气得满脸通红的骂，你泰迪吗？做事能不能看看场合啊？我手搭在他胸前，正要推开时，眼尖的我突然发现了不对，我瞪圆了眼睛大叫，你为什么穿着我的衣服？殷艳绝垂着眼看我，眼神越发悠悠，我为什么会穿着你的衣服？温琪，你能告诉我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吗？靠，我想起来了，我之前为了恶心他，故意把他整洁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还把穿过的衣服丢他床上，该死，他怎么看都不看，就直接拿过来穿了。我脸红耳赤的急了，你赶快换下来，别穿了别穿了。我抬手就要去把衣服脱下来，殷艳绝伸手拦住了我，他盯着我的脸，脸上带着莫名的笑，温琪，你闻到了吗？我不敢看他，气虚的回道，闻到什么？你没闻到我身上现在全是你的味道吗？我心猛地一跳，脸和耳朵瞬间被冲得发热，没等我骂他，他又问，现在我可以吻你吗？我的呼吸一滞，嘴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又握住了我的手，带着他慢慢往下。运动裤的松紧带被人拉开又松开，我又听到殷艳绝假装温和的声音在问，可以吗温琪？我咬着牙握紧手闭嘴。等到殷艳绝站在跑道上准备起跑时，我手心那股滚烫黏腻的感觉还没散，更气恼的是我竟然丝毫没觉得恶心。难道好兄弟之间真的可以这样互帮互助吗？殷艳绝好高好帅啊！坐在我身旁的2个女生正激动地说着话，讨论殷艳绝的声音全飞进我的耳朵里，真的好帅啊！我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粘在他身上，心跳也没来由地加快。殷艳绝很高很白，在一排运动员里显得十分显眼，肩宽腰窄很有力量。我又想起了更衣室，想起了他的身体，想起了砰一声枪响突然从我耳边炸开，我所有的思绪在此刻中断，越来越快的心跳在此刻骤停。我看见殷艳绝率先冲了出去，占据低，所有人都在呐喊，我也跟着紧张，看着他一圈又一圈，在大家都慢慢乏力时，他依旧保持着不变的速度奔跑。在最后500米时，我没忍住站了起来，大喊他的名字。殷艳绝像是听到了般，侧头朝我看了过来，就那一眼，我耳边的画面声音如潮水般退去，眼里只有还在奔跑的殷艳绝。直到很多年后，我都想不通，当时的我哪来的勇气，直接跑下观众台，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跑到终点，接住疲累的殷艳绝，同他拥抱。那一刻，我们胸膛紧贴，分不清到底是谁的心跳得更快。校运会过后，一个莫名其妙的帖子在微博的高校校园强爆火，818大内队在运动会上甜蜜拥抱的竹马，配图就是我和殷艳绝拥抱的照片，往下面一滑全是磕到了好甜，所以你和殷艳绝真的在谈吗？分享帖子给我的女生一脸姨母笑的看着我，她的眼神看得我头皮发麻，我连忙坚定澄清，没有，我们就是朋友啊。女生失望的表情刚露出，我身后就传来一道十分温柔的声音，那太好了。我微微一怔，回头看去，是一个长相十分秀气漂亮的男生，齐肩的头发扎成了个低马尾垂
垂在肩上，他单手撑着脸，像只小猫一样歪了歪头。那我可以要一下你朋友的联系方式吗？他弯着眼看着我这样说。怎么了这是？今天打球火气这么大呢？我接过传来的球，干净利落的投了个3分。不是你爹火气大，是儿子你太菜了。我笑着和一旁的人打趣，心中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才稍微缓解了些。我擦了擦脸上的汗，在等开球时，余光突然瞟见了一个人，那人半垂的低马尾一晃一晃，晃得人莫名心烦。我皱了皱眉，是上午的那个男生，他跟在一人身后，小跑着似是想要去碰对方。我的目光跟着他动了动，一到了前面的人，那人忽然一声惊喝在我耳边炸开，温琪躲开，我一惊连忙收回视线，可晚了一颗急速的篮球迎面朝我飞来，靠避不掉了。我下意识的闭上眼，抬手阻挡，砰一阵气流猛地扑在我脸上，预想的疼痛并未到来，我错愕的睁开眼，有人拦住了球。我目光上遗落在了男生的脸上，是顾施泽篮球队的队长，他面色阴沉的看着我。温琪打球的时候你看哪呢？我张了张嘴，发现无话可说，是我的问题，今天不仅带着情绪打球，还在球场上走神。抱歉，我的问题，换李峰上来吧。一旁的队友拍了拍我的肩表示安慰，我强扯了个笑摆手，我去休息会儿。温琪来这，看到坐在椅子上朝我挥手的男生后，我原本要拐弯的脚步一转，径直朝他走了过去。顾然师兄，男生朝我递了一瓶水，圆圆的眼睛里透着关心。温琪你没事吧？我摇了摇头，拧开瓶盖猛灌了半瓶。今天也来看队长打球呀？顾然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没错，面前这个可爱温柔的男生就是顾施泽的男朋友。我一边慢吞吞的喝水，一边用余光去瞟顾然，他坐得很直，目光专注的盯着球场上运球的那个人。我没想到一个不懂球的人会如此认真的看完某个人的每一场球赛。我咽下最后一口水，感叹到爱情可真伟大。我的感叹把顾然的注意力拉了过来，他闻言笑了，怎么了？温琪有心事啊？刚刚看你在场上就有点心不在焉的。我不好意思的舔了舔嘴唇，支支吾吾的问，师兄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喜欢男的？顾然惊讶的看着我，但并没有多问。我应该是天生的，我从小就和别的男生不一样。别的小男孩在玩奥特曼的时候，我在女孩堆里玩过佳佳，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喜欢男孩的。顾然弯了弯眼，补充道，不过温琪，直男是不会思考自己是不是直男。我挠了挠头没有说话。我从小就是孩子群里的孩子王，和小男孩玩只想让他们叫爹，想到要和那几张脸亲吻，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20年来我是一直坚定自己是直男的，可偏偏在殷艳绝这里全都乱了套。我发现我不抗拒他的触摸，不抗拒他的吻，甚至在他离开的时候还想按着他继续。今天一下午的烦躁我自己其实是明白的，只是不愿去想。我讨厌有人用那种眼神去看他，讨厌殷艳绝有可能喜欢上别人的可能。我只是不想有人把他从我身边抢走。意识到这点，我苦闷的捂着脸哀嚎，妈妈我可能真的要弯了。我还想再问，顾施泽抱着篮球直接挡在了我和顾然面前。聊什么呢？聊这么开心，散场了都没发现，这语气怎么听着阴阳怪气的？我抬头看了一眼顾施泽，发现他面色比刚刚还要难看，难不成是输了？只见顾然拉住了顾施泽垂在一旁的手，轻轻的晃了晃，你刚刚那一球好帅啊！顾施泽冷哼了一声，原来你在看呀。顾然笑了一声，拉着顾施泽的手起身，他侧过头像是还想和我说什么，可目光触到我身后时愣住了，随即又弯了弯眼，很温柔的说有人来接你了。我顺着他的目光往后看去，发现殷艳绝正倚在树下看着我们。我目光动了动，没在他身边发现任何人。我轻咳了一声，下意识扯了扯衣摆，那我也走了。就在我快要走出篮球场时，顾然突然对着我的背后大声说，温琪加油哦！殷艳绝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了顾然脸上，最后又移回来，他顺手接过了我手里的空水瓶，将它扔进垃圾桶，随后用一副漫不经心的语气问，加油什么？我含含糊糊的说没什么，就一些篮球队的事。他挑了挑眉，明显不信，开口还想继续问，我连忙打断了他，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不是说今天要打球，让你先回去吗？况且我刚刚还见着他和上午那个男生待一块儿。殷艳绝很识相的没有追问，答到有东西落教室了，经过球场看到你们散场就等了一下。我狐疑的看了看他全身上下，没看见有什么东西。殷艳绝没什么表情的抬起手，按着我的脑袋回正，看我干什么看路。傍晚7点的教道上人并不多，零零散散的人群里夹杂着几对手拉着手消失的小情侣。想到刚刚在球场上看到的那一幕，我忍不住盯着路面问，殷艳绝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问这个干什么？你想谈恋爱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砰砰乱跳，喉咙开始发紧了，你不想吗？殷艳绝明显不太想聊这个话题，他凉凉的说，谈什么恋爱？你先保证自己期末别挂科，你要是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到学习，期末别找我帮你补习。我真的服了这该死的木头，读书读傻了吧？我红着耳朵继续问，那你要是恋爱了，你那病想那什么的时候不就很方便了吗？我咬着牙将这段说出，没想到殷艳绝直接停住了脚步，语气瞬间冷了下来，温琪你什么意思？是不想帮我，赶我去找别人是吗？还是说是你有喜欢的人了？妈的，我心中那点阴你瞬间就散了，帮我！他脑子里只有他的病。我恼怒的转过身，梗着脖子嚷嚷道，有又怎样，没有又怎样？问个没完没了，问你个问题，回答一下就这么费劲吗？殷艳绝面无表情的看着我，他鲜少对着我露出这样冷淡的表情，正对上我心里还有点怵，但我还是不服输的继续瞪着他。他叹了口气，最后在我的视线下终于认输，可能就喜欢脾气不好的吧。脾气不好这什么怪癖？我继续追问，难道你就不喜欢那种温温柔柔的皮肤白白的留着齐肩长发的小艺术家吗？或许是我说的过于形象，殷艳绝看了我一眼，语气稍稍好了那么一点，不喜欢，我不喜欢那种温温柔柔的皮肤白白的留着齐肩长发的小艺术家。听到殷艳绝的话，我强忍着要上翘的嘴角，若无其事的回过身继续往前走。身体放松下来后，我又忍不住的想逗逗殷艳绝，殷艳绝你是受虐狂吗？竟然喜欢脾气不好的？我听到殷艳绝轻笑了一声，听得我耳朵发麻。或许吧，思来想去一晚上，我决定主动出击，先劝退情敌，再拿下殷艳绝。于是我掏出手机给对方发了条信息，幸好昨天给殷艳绝联系方式时，我们也顺手添加了好友。乔送明天下
下午放学后能见个面吗？我有事想和你说。对面回得很快，可以。据我多方情报了解，小艺术家叫乔颂，还是艺术系的技草，家境优渥，为人温和，并且男女通杀。想到乔颂那张脸，我心里还真有点没底。翻来滚去一晚上，最后顶着个大黑眼圈去了学校。一路上，殷艳觉时不时就把目光投向我的手机。下车后还跟着我去了教室，莫名其妙的坐到我旁边不肯走。我狐疑的看了他一眼，该不会是身体又发热了吧？在车上一直看我手机，其实是暗示，一反常态的跟着我来教室，实际是想贴贴。真是的，我强忍住嘴角的笑意，将手摊在他面前诺签吧。殷艳觉愣了一下，随后很自然的牵起了我的手，放在腿上。谢谢温琪。直到快上课，殷艳觉才松开手回自己教室。坐在我后排的女生一脸揶揄的看着我笑，呦呦呦，昨天是谁一脸坚定的说是朋友？这是宣誓主权来了。我摆了摆手，哪有，别乱说。上课了，上课不和你说了。今天是满课，上完最后一节课刚好放学。我已经提前给殷艳觉发了信息，让他别等我。我将书收好，匆匆忙忙的走出教室，正要给乔颂发消息时，发现他已经在教室外面等我。他依旧扎着昨天的低马尾，整个人很瘦，衣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温琪这里，他抬手朝我挥了挥手，我就在你隔壁上课。对了，你要和我说什么事？我看了看周围的人群，含糊的说去人少的地方吧。现在学校人工湖附近的人并不多，现在可以说了吗？怎么神神秘秘的？乔颂侧过头看着我，我不自在的清了清嗓子，有点尴尬的开口，我昨天说的那个你别当真，我可确实喜欢殷艳觉，要是你也喜欢。没有哦，乔颂突然开口，打断了我的支支吾吾。我昨天以前确实觉得殷艳觉不错，但昨天见到他本人就不喜欢了。他笑着晃了晃手机，我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删掉了。我错愕的张了张嘴，那些在心里打好草稿的话全咽回去了。他盯着我的脸，突然话锋一转，其实比起殷艳觉，我更喜欢你。温琪，你真的很可爱。我本来觉得我们撞号了，但如果是你的话，我可以为爱作揖。我懵住了，这什么情况？乔颂是在跟我表白？我被吓得连连倒退好几步。温琪喜欢我吧，别喜欢殷艳觉了。乔颂直接凑了上来，像是想要拉我的手，我还未来得及拒绝，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直接从我身后揽住了我，将我从乔颂面前拉开。熟悉的草木香瞬间铺天盖地的霸占了我所有的感官。殷艳觉冷冷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滚开。乔颂笑了笑，丝毫不怵，他不怕死地朝我眨了眨眼。温琪，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我等你哦。乔颂说完就潇洒的转身离开了，只留我被殷艳觉牢牢的按在怀里。等到乔颂彻底消失在视野里后，殷艳觉才松开了我，他面无表情的看着我，声音莫名阴冷，这就是你说的有事？我现在已经顾不上。殷艳觉莫名其妙的火气了，殷艳觉到底什么时候过来的？乔颂怎么也不吭声，他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喜欢他？靠，我越想心越慌，脸上的红都已经烧到了脖子。什么事啊？不说了，我要回家了。我没敢看他，丢下这几句话就想跑，但我忘了我俩回家就是一条路。他大步跟了上来，还在我耳边叭叭，你昨天问我喜不喜欢那种温温柔柔的皮肤白白的留着齐肩长发的小艺术家，实际上就是因为你自己喜欢是吧？我没有喜欢，我立刻否认。他冷笑一声，语气阴阳怪气，不喜欢不喜欢，你脸红什么？你照照镜子看看你都红成什么样了，就这么喜欢他？我出现是不是还打扰到你们了？还温温柔柔的皮肤白白的留着齐肩长发的小艺术家，看得这么仔细。殷艳觉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绕，我捂着耳朵大叫，不要再提什么小艺术家了。他又莫名其妙的冷笑了，那叫什么男朋友？什么跟什么？我真的搞不懂殷艳觉的脑回路。我扯着嗓子大声澄清，我说了我不喜欢他，但殷艳觉实在是无理取闹，我的解释他是一点都不听，他又阴阳怪气的跟在我身后说了好几句，我气晕头了，转身就拽着他的衣领大声说，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你，喜欢你，行了吧？我话音一落，才意识到自己口不择言说了什么。殷艳觉整个人都怔住了，他眼睛慢慢睁大，耳朵倏地红了，他一红我更红了。最后我俩各自顶着个番茄脸回了家。晚饭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下午发生的事，我算是和殷艳觉表白了吗？这现在是啥情况？他刚刚的反应，我越想越感觉身上越发烫，我心猿意马的正想伸手往下探时，窗突然又被敲响，熟悉的场景吓得我额头青筋又是一跳，熟悉的身影又利落的翻窗进了屋。我迅速的将手缩回，轻咳一声，怎么又翻窗？没想到殷艳觉丝毫不给我面子，他直接戳破我，你刚刚打算干什么？我看着他好似一副正经人的模样就想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缠着我在学校更衣室干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事。我不动声色的看着殷艳觉慢慢走到我床边，等到他朝我靠近时，我抬手直接将他拽倒在床。殷艳觉表现得十分乖巧，他的身体很顺从的倒在床上，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他面色沉静，而喉结却控制不住的上下滚动了好几下。我故意脱掉上衣，直接跨坐了上去，右手掐着他的下巴吓唬他说，你问我要干什么？说完左手便慢慢向下滑动，再精准掐住。殷艳觉皱着眉低喘了一声，我咽了咽口水，看着他这副予取予求的模样，直接色心大发，按着他又啃又咬。殷艳觉的手不知什么时候扶在了我腰边，修长的手指一下又一下的摩挲着我的皮肤，我像是受到了鼓舞般更激动了，开始拉扯他的衣服。我正要将他衣服完全脱掉时，我的房门突然发出砰的声响，我和殷艳觉齐齐抬头望去，只见我妈捂着嘴惊愕的看着我们，地板上掉落了一地水果。小觉不要怕，告诉阿姨是不是温琪这臭小子欺负你？我妈心疼的看了看殷艳觉脖子尖上带血丝的牙印，我心虚的摸了摸殷艳觉的手，第一次就是容易没轻没重的哈。殷艳觉摇了摇头，伸手回握住了我的手，她看着我妈语气沉着，齐阿姨，我和温琪已经在一起了，她也没有欺负我，我们关系很好。我妈惊呆了，我也惊呆了，我们什么时候确认的？我怎么不知道？我就说嘛，这臭小子怎么会受欺负？她高兴都来不及。林姨的声音慢悠悠的从室外传了进来，她一进屋就看到我俩交握的手，她哼笑了一声，现在终于高兴了吧？殷艳觉无奈的叫了一声妈，我惊了，所以我一开始猜的没错，殷艳觉果然想掰弯我。我妈也反应过来了，她的目光从我和殷艳觉身上来回打量，而后直接口出狂言，感情你俩一早就互相
相喜欢了，这我可不认，我以前才没有喜欢他。我妈朝我翻了个白眼，可拉倒吧你，我是没看见哪个直男一天到晚追在男生屁股后面跑。他说完像是又想起了一件事，你小时候刚见到小觉的时候，还说要娶人家做老婆呢。还有这是我瞪大眼睛，正想反驳时，余光看到了殷念觉，明显很高兴的表情，于是我又咽了回去。没办法，自己的老婆自己宠，看着大家都开心满意的模样，在此刻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我掏出手机给远在国外并处于不同时差的老爸拨了个视频。等到对面传来我爸含糊的声音后，我一脸郑重的拉着殷念觉站起身宣布，我决定一毕业，我和殷念觉就去国外领证结婚。我妈呆住了，林姨也呆住了，手机那头直接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只有殷念觉眼睛亮了。她说好，全文已完结。